他是天生龙精虎骨的世子爷许不令。16岁时携一马一硕孤身入漠北，斩首破百无伤而回，被边军将领称之为小阎王。年少成名也罢，许不令他爹肃王还是世袭罔替的实权藩王，坐拥西凉12州之地，手掌20万西凉军，兵强马壮，功高震主。也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，原本的许不令按照祖训进京求学3年，却在路上遭遇了一场刺杀。小王爷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濒死之际，另一个世界的许不令穿越过来，被仅存的老仆人护送到了长安城。虽保住了性命，但身中索隆蛊毒，一身通天武艺十不存一。作为一个穿越客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，这事儿没表面那么简单。到了长安之后，自然是明哲保身，能不见人就不见人，争取活到3年后离京。此时许不令坐在曲江池的小舟上钓鱼，池畔一个宫装美妇走了过来，风韵如玉，貌美若仙，手挎雕着瑞兽的朱红石盒。8名护卫见状微微躬身。陆夫人，都下去歇歇吧。诺。陆仪，不令，去年你入京时遭歹人暗算中了毒，可你也不能自暴自弃。龙眼能驱寒毒，比酒好使，本是给圣上准备的，我特地从太后那儿要来，你尝尝。许不令中毒之后，每日都要承受万蚁噬心之苦，只能靠烈酒才能压下寒毒。朝廷虽然一直在查这事儿，但一直没结果。我没有自暴自弃，为何玉符还没查到凶手是谁？你让我藏拙，我总得找点事儿干不是？我让你藏拙，不是让你藏起来。哪有17、8的少年郎整天坐在湖边钓鱼当隐士的？那我明天就回国子监读书，晚上带着狗腿子出去调戏良家妇女。瞎说，你又不是土财主的傻儿子，调戏什么良家妇女？藏拙自无是门大学问，当纨绔子弟也得有点水准。比如没事买匹好马吃肉，买副丹青字画烧了取暖，干些焚琴煮鹤的事儿，大错不犯，小错不断，让别人气个半死，又拿你没办法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切记莫要自作主张乱来，老老实实当你的风流世子。你的身份做出什么荒唐事都无所谓，但是惹来圣上猜忌，可就是万劫不复的下场。陆夫人寡居没有子女，在家整日无事可做，对许不令这个天降侄子可谓是无微不至。每天几点起床，吃的啥，去了哪，都得了解得清清楚楚，完全是在玩养成游戏。许不令倒也言听计从，至少表面上一直顺着这个能干的姨。目送陆夫人离开之后，一个老家丁走了过来，家丁叫老萧，是许不令的护卫。去年渭河一带被刺杀，便是老萧拼死护着许不令逃出升天。小王爷，有消息了。你中的索隆蛊是苗疆传过来的毒蛊。前几天我听几个江湖方士说，10年前吉真司清剿江湖世家曾出现过索隆蛊，吉真司可能知道消息。许不令面色微凝，关于索隆蛊，他一直在暗中调查，可是能查的地方都查过了，却是一点消息也没有。现在的他随时可能毒发身亡，那些不能查的地方也是时候查一查了。可有办法混进吉真司？吉真司权势太大，常年监察各路王侯世家，其中就包括咱们肃王，怕是混不进去。台养奸细也不行？这自然是可以。吉真司地狗营新来了几名狼卫，其中有个小姑娘年仅16，我盯了几天，心思单纯，已经安排好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，就等小王爷出演了。正好，刚刚陆仪还催我出去闯祸，那就一块演了吧。就是这里。多操，我给那姑娘放了消息，说这福来楼里面有大案，那姑娘愣头愣脑的已经进去查了。福来楼有些背景不好惹，那姑娘必然吃亏，咱们守株待兔即可。福来楼背景有多硬？都知道，反正没小王爷你硬。话说那肃王世子许不令，天生的龙进虎骨麒麟劲，天赋异禀，本是栋梁之才，但他性情暴虐，16岁时手里已是100余条人命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仗着身世背景欺男霸女，逼良为妻，简直与那畜生无异。别，这是陆夫人吩咐我安排的，小王爷要是觉得难听，我回头让他们骂轻一点。没事，就这样吧，习惯就好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你钱你就拿吗？非要搞成现在这样？
给我打！就是他。他姓著名满之，汾河一带人士，出生市井，父母失踪后当的捕快，上个月被调来的京城。一个蠢，得培养到什么时候才能进暗毒库查阅卷宗？暗毒库重地，鸡真寺的人也不能随便进。3000狼卫，分天罡地煞108只，只有天字头的狼卫才能进暗毒库。捕快这活儿终究是用来抓贼的，功劳大，本事大，很快便能破格入天字营。要多大功劳？鸡真寺发榜悬赏的江湖悍勇，上银1000两以上的至少得抓几个，再给主官送点银子打点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这时3个御林军跑过来，为首的是个小统领，离得老远便朗声道：京师重地，严禁私斗，何人在此放肆？当然，他们贿赂不成，竟敢当街舞打官差，这家酒楼必然藏了古怪。闻言，小统领看向福来楼的打手，却是和那领头的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然后冷冷地看着祝满之。这不是你管的地方，若再无事生非，休怪本官不讲情面。典型的拉偏架，围观百姓都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这些赌坊勾栏背后都有靠山，这小捕快显然是新来的。现在赶紧走人还来得及，要是不知进退，恐怕要吃大亏。百姓的议论声，祝满之显然是听不到的。此时他满眼错愕，随即便是愤怒。我打官差视而不见，明知酒楼中有古怪，走到门口都不去查，莫非大人与这酒楼的掌柜有交情不成？哼！不知天高地厚，给我拿下，让他们主官来领人。诺！3句话不对付，御林军便拿着铰链要上前拿人。祝满之气的脸色铁青。你敢！我是鸡真寺的人，你凭什么抓我？你好大的胆子，不仅抗命，还刀指上官，给我拿下！2个御林军见势合围而上，刀被猛磕在女捕快腿上，便把他砸跪下来。另一人直接扔出套索套在他身上，往后猛拽。女捕快脸色通红，双眸充血，怒骂道：你这狗官，官商勾结，颠倒黑白，我回去必然上报鸡真寺！放你娘的屁！统领眼神阴冷，大步上前，一巴掌就冲着女捕快的脸抽了过去。势大力沉，若是抽到脸上，必然掉几颗牙。围观的茶客皆是蹙眉，可官家办事，他们没有插手的资格。都吃官家饭，为何对袍泽刀剑相向？衙门办事需要跟你解释吗？嘿，你给我放手！哎呦喂，这公子长得可真俊，应当是个江湖人，敢插手官家的事，他是嫌命长了吗？鸡真寺的人跟御林军起了冲突，最多吃些苦头。新城人和官兵起了冲突，被活活打死都是活该。这穿白衣服的公子也太冲动了些。此时祝满之也反应过来，他不想连累这个好心又好看的公子。公子快走，此事与你无关。想走哪有那么容易？大胆贼子，竟敢当街持械行凶，袭击官差！一剑封喉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，整条街道刹那间鸦雀无声。谁都没想到，天子脚下，长安城内居然有人敢当街杀死官差。坏叫人！